关注总道主，啥菜你都会煮，营养还是真的好。所以呀，鸡肉你不要老是炖着吃了，快来试一下我这一款蒸菜吧，滋补又营养，而且还非常的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道主。今天我用这一个鸡做一个非常滋补的药膳蒸鸡，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操作的。下面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本期所用到的所有食材。首先，我们的光鸡半个，还有红枣、枸杞、党参、玉竹，还有泡发好的冬菇、香菇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把那个配料药材先处理一下，把它剪成小段，这样的话更加方便在腌制和后续蒸制的过程中出味。玉竹同样的稍微的剪短一点。再把红枣去核剪开，配料处理完之后，我们把鸡砍一下。在砍件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砍的均匀大小，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后续蒸制过程中均匀成熟。砍好之后，装入盘中备用。下面我们准备荷叶1片。这一片叶子有点大哦，我们可以改成4张荷叶。现在这样就2张了，又2张，多出来的下次还能用。4张，不错，大小刚刚好。我们把荷叶用清水浸泡一下。下面我们开始调味咯，注意看一下。加入适量的盐、鸡精。为什么要放鸡精？因为现在饲养的鸡普遍鸡的味道会比较淡，所以我们加一点点提鲜。当然，不爱吃鸡精的话可以不放。然后再加少许的白糖和适量的蚝油。接着再加1汤匙的味极鲜，增加酱油的风味。再来一点料酒去腥，没有的话白酒也可以。最后加少许的胡椒粉。然后再把调味料给它做拌均匀。接着我们把香菇和姜葱给它放进去，再加适量的生粉，也就是玉米淀粉，给它做拌均匀。注意生粉不宜过多，不然的话蒸出来就会变成一坨坨的了。接着我们把红枣、枸杞、党参还有玉竹给它放进去。为什么要现在放呢？因为这些药材是不需要调味的，所以只需要最后给它拌进去就可以了。最后加少许的花生油给它拌匀，腌制10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均匀的平铺在泡好的荷叶上。但凡是这类型的蒸菜，我们一定要平铺摊开，这样的话才能保证食材均匀的成熟。下面我们起锅烧水，水开后计算时间，大火大概蒸个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注意一定要大火快速成熟。下面我们就交给时间了。困了吧？这个小家伙实在太粘人了，只要我走在哪，他就跟在哪。对了，问一下有没有养猫的小伙伴，猫猫驱虫后多久才能打疫苗？另外捡回来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耳螨，有没有推荐的药推荐一下？胖了耶！好了，现在已经蒸了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现在已经蒸了7分钟了。最后家里有条件的话，可以加一点小葱花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药膳蒸鸡就制作完成了。这一道菜是我上一家工作的酒店里面卖的超级火的一道招牌菜之一，而且还有不少的老客户
专程过来吃这一道菜的，认真教做菜已经1年多了。这道菜觉得有食欲的大哥大姐，能否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呢？真心的感谢您了，谢谢您。下面让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所需要记的几个要点。第一，选材最重要，鸡的选择一定要选择刚下蛋不久的小母鸡为最佳，这一个年龄阶段的鸡肉质和口感是最好的。第二，我们在腌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腌制的顺序和步骤，并且腌制时添加的生粉量一定要恰到好处，不宜过多，不然物极必反，从而影响口感。第三，但凡此类型的菜肴，我们在蒸制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大火，在大火高温的作用下快速成熟，这样的话蒸出来才会嫩滑而不柴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帮忙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